苦楚之赞第10章，东瀛所陪去。第5集，颜保惠从山口善武得知，他的2个弟弟、妻儿，还有小野洋子都死了。大轰炸当天夜里，他刚好在美国宣教士创办的圣路加医院值班，得以幸存。美军不炸教会、教会医院、教会学校。山口对保惠说：“我发现了爱的力量。假如，我说的是假如关东军建立满洲国后，不用枪炮、军刀、轰炸机在中国土地扩展，而是用爱。我指的是像对待自己新生婴孩那样的爱，善待中国人，一定能把满洲国建得比日本国还好，让满洲国和美国一样。假如日本上海派遣军占领南京后，没有对南京屠城，而是像美军占领东京那样，不仅没有对东京屠城，没有报复残酷折磨美军战俘的日军，却发给东京人，包括日本平民与日军战俘食物、药品、衣物那样对待留在南京的中国居民，让中国人见证日本人的美德善行，使日本在国际赢得好名声。日本人这样做下去，结果会是什么？山口又说。保惠说，山口先生的假如比喻有失公义。假如日军没有侵华，我的未婚夫中央航校教官徐永道上尉和他几千名飞行员战友，还有数千万中国军队并平民，就不会死在日军炮火中。中国人用不着日军打到中国来给我们发食物、药品、衣物。美军占领东京是正义战胜邪恶的结果，日军侵华则是发动邪恶战争。说起徐永道，颜保惠又忍不住悲伤，潸然泪下。他还在他心里活着。林浩恩很清楚这一点，但林浩恩主动与他一同怀念徐永道，给他们第一个孩子取名永，3点水加徐永道的永，以纪念徐永道。因此保惠敬重浩恩，爱其更。颜保惠以为丈夫林浩恩已取代未婚夫徐永道在他心中的位置，但连他自己也没想到，当山口善武说起小野武雄大佐死在上海，他想起在上海大场殉国的永道，他出征前和他分别的那一幕又浮现在眼前。11年前，淞沪抗战爆发在即，笕桥车站，永道一把抱起他，飞走几步，
把它放到开动的火车上，把他的手提箱从车窗投入，火车就开走了。他与他车站一别，从此天地两界。他忽然觉得甬道没有死，他在乐园等他，只是他的心还在流血。山口从口袋里掏出手帕，递给默默流泪的严保慧。他陷入沉思，也流泪。两人静静坐着，说不出话来。过了一会儿，山口说：“林太太，您经历过重庆大轰炸，就能体会日本在投降前的5个月里，东京被美军乌云凌空攀，乌云凌空般，几百架轰炸机投下暴雨般的燃烧弹、凝固汽油弹的悲惨画面。”山口说完，停顿一下，见保慧擦泪，接着说：“东京一半房子成为废墟，9万人被烧死，10万人烧伤，100万人失去家园，一多半商业区在大火中消失。我的家并妻儿在火海中不见了踪影。”大轰炸那天夜里，我恰好在圣路加医院值班。这是半个世纪前美国宣教士创办的医院。美军不炸教会、教会医院、教会学校。如果那天我在家，就和家人一起在大火中进入永生了。山口补充道。听到山口家人的不幸，保慧眼泪直注。自来东京后，他看到日本妇孺艰难求生的凄凉。他见失去丈夫的女人穿着单薄破旧的和服，背着失去父亲的幼儿，在寒风中断壁残垣瓦片下摆地摊，就挑几样东西买下。他从不与他们讨价还价。他知道没有语言能安慰遭受巨大创伤的人，只有心里默默祷告。山口先生，记得你是在军队做事，怎么去了教会医院？保慧想转移话题，就问山口：“你我在火车上相遇那年，我在上海、南京、杭州一带考察之后，就回日本了。哦，对了，林太太还记得吗？有一天，我在上海法租界路过英医大药房时，正好遇见你。”山口说：“记得，我永远也不会忘记。”保慧回答。山口先生，那天遇见您，我吓坏了，1周没敢出门。他接着说：“是吗？真对不起。我遇到您第2天就回日本了，之后再也没去过中国。”山口一脸愧疚地说：“回日本后，我忘不了去中国，目睹人杰地灵、原本美丽的杭州被日军占领后，街道萧条残破，行人目光惊恐，女人面带菜色，我流露出反战情绪。
军方注意到，就把我解职了。山口说。保惠听了唏嘘不已。当年穿日军军服的山口尚武忽然出现在上海法租界英仪大药房门口，想与他搭讪，令他恐惧不安。谁曾想，他次日就离开了上海。他当时并无恶意，他更不曾想过他接下来的遭遇。当年，在中国女子严保惠眼中，凶残野蛮的日本军人是那么令人惧恨交加。他从未想过，日本军人也不知明天命运如何。保惠有些激动地说：“山口先生，我真没想到，您竟有这般遭遇。”山口说：“被解职后，愁闷的我在东京街头游荡。晚上路过教堂，我就进去了。只见里面10几个人围在一起祷告，我就在旁边静静站着，闭着眼睛在心里默默祈祷我小时候上主日学时求过的神。几周后，在那天祷告会上结识的一位外科医生，引荐我去陆家医院，也就是陆家教会医院，担任药剂部副部长，就是现在这份工作。”接着他补充道：“林太太想起在战争中阵亡和受伤的军人，比如说死去的杨子的丈夫小野武雄大佐，我能健康地活到现在，已很满足。”保惠见山口情绪恢复平静，就问：“山口先生，如果您不介意的话，能说说你怎么看日军残酷对待中国和盟军战俘，奸淫占领区的妇女？”听到这个问题，山口迟疑一下，低头想了想，说：“当人成为一部机器上的零部件时，它是机器，不再是人。他没有自由按个人思维运转。”保惠说：“作为军人，为国家出征打仗，在战场英勇杀敌，本无可厚非。但是，作为个人，却可以选择不以作恶的方式虐杀敌人、俘虏平民，不残忍奸淫妇女。”山口没有马上回应保惠的话，他闭目低头不语。过了一会儿，他说：“每个人内心都有2个声音，一个来自魔鬼，一个来自良心。只有当人安静独处内省时，才能听到来自良心的声音。而战争枪炮声、敌我两军厮杀声，遮盖了从良心发出的微弱声音。当只有魔鬼的声音被听见时，人心里冒出来的尽都是恶。”山口先生，您恨美军吗？保惠忽然换了问题。对杀死我妻儿的敌人，能不恨吗？看到东京被美军轰炸机扫荡后成为火海废墟，能不恨吗？看到日本被美军占领，能不恨吗？我最小的弟弟山口尚真海军少尉
被美军潜艇炸死。我恨极了美国人。山口情绪激动，脱口而出4个恨字。林太太，我恨美国大兵，我恨美国人。过去的3年，我一直恨美国。3年中，我时刻想用当初中国人杀中国土地上的日本军人那样，杀驻扎在东京的美国军人。我心里很矛盾。我在美国宣教士创办的教会医院做事，美国人给了我就业机会，但也杀死了我的妻儿。山口说。过了一会儿，他情绪平复，说：当我想到在东京杀几个美国军人报仇之后又怎样呢？我的妻儿能复活吗？我知道上帝不喜悦人心里积蓄怨恨，而且怨恨透支我很多能量，使我每天都在沮丧中，脸都开始变形了。恨了3年之后，我知道为了新生活必须走出恨，但是我没有饶恕的能力，我就学着祷告。很奇妙，祷告不久，圣路加医院来了一位年轻的美国女护士，她丈夫是美军 B-29轰炸机飞行员，在横滨跳伞被俘后被日军虐待致死。当我得知她丈夫的不幸，当我知道她选择饶恕把她丈夫折磨死的日本人，她还帮助日本战后重建，我的心灵被震动。慢慢地，我对美国人的怨恨消失了。山口又说。山口先生，您知道本世纪有2个国家的首都遭到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轰炸，一个是德国的柏林，一个是日本的东京。这2个城市都是2战始作俑国，是发战争令的地方。我经历过重庆大轰炸，但是柏林、东京大轰炸与重庆大轰炸性质完全不同。前2者是正义摧毁邪恶之善举，为使邪恶早日结束。因此，柏林、东京大轰炸灾难应算在2战发起者的账上。轰炸东京的盟军飞行员不算流无辜人的血，他们的工作是结束战争的正义之举。保惠以平静的口吻对山口善吾说：山口先生，若日本人都这样想，就不恨美军了。山口沉默。保惠又问：我在美国留学时读过新渡户稻造用英文写的《Bushido: The Soul of Japan》。山口先生读过这本书吗？他问。今天就到这里了，多谢各位收听、收看、订阅。